而俄罗斯也对北约的对乌军援进行了反击。当地时间3月19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采用匕首高超音速航空导弹摧毁了位于乌克兰伊万弗兰科夫州的一处乌军大型导弹和航空弹药库。3月1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称，俄军前夜击落了一枚乌军发射的导弹。这枚原点 U 导弹带有集束弹头，向梅利托波尔市居民区发射，而且乌军导弹发射装置被俄军还击的2枚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摧毁。路透社消息，3月18号，挪威联合救援协调中心称，一架 MV-22B 鱼鹰运输机在挪威北部坠毁，4名机组人员身亡。这架军机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当时正在参加北约寒冷反应2022军演。从这起意外顺藤摸瓜，我们发现，随着美西方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紧张关系升级，这个有3万北约军队和伙伴国参加的大型军事演习，从3月14号开始在挪威拉开帷幕。报道称，寒冷反应2022军演旨在测试挪威如何根据北约宪章第5条，要求成员国向遭到袭击的其他成员国提供援助，在其领土上管理盟军增援部队。未来乌克兰危机将如何演变，有待持续观察。方劝和促谈的努力下，乌克兰危机有可能出现和平信号。但美国日前已经宣布对乌克兰最新一笔8亿美元军援，包括标枪、毒刺导弹、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系统等武器。那么美西方为何一方面表示要缓和局势，一方面又递枪又送人，给乌克兰局势火上浇油呢？杜先生。美国包括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嘴上是降温和平，但是暗中递刀的行为正在逐渐增加。目前向乌克兰武器装备的出口，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比较大的跃升和发展。特别是美国把自己都没有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弹簧刀无人机，正在向乌克兰出口。如果这种武器装备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能够大量使用，射程将远远超过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标枪导弹，包括新型的反坦克火箭筒。如果通过弹簧刀对俄罗斯装甲目标，包括其他目标进行攻击，那么至少可以在40公里内对个人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这样呢，会使发射各种反坦克武器，包括使用无人机的人员更加灵活。从目前看呢，美国正在与乌克兰进行所谓的情报信息共享。如果能够提供远程武器，说明它能够为乌克兰提供颗粒度较高的这种战术战场情报，也标志着与乌克兰在作战指挥、武器装备使用方面会保持严格的一致。所以目前看呢，通过向乌克兰不断的递送新型武器装备，目标还是延长战争。那么通过俄乌冲突去榨干乌克兰，去拖垮俄罗斯。